好，親愛的上人、金色師父啊，還有在座的師兄師姐啊，線上的所有家人菩薩們，大家下午好。好，三明六通道品發的下一句是慈悲無畏實力起啊，這個其實是《無量義經》裡面的文字哈。但是講三明六通道品發，大家可能搞不懂，所以呢，它牽扯的是什麼？就是修行打坐神通。講打坐，大家就有印象，因為每次講到修行，就有人跟你說他在打坐哈。我在很年輕的時候，也以為說很煩了，身體很差了，想說是不是來靜坐一下。那時候在護專吧，有一次回來，我就問上人說：“師父，你看我來靜坐好不好？”師父說：“3分鐘就好啊。”我說3分鐘都還沒坐好勢，這樣說再長一點就會走火入魔。所以好像我們也沒有這種，除了做早課或者我們有一些課誦以外，我們的法會以外，其實我們慈濟並沒有特別強調打坐。但是在外面的佛教信仰裡面，其實打坐是一個很平常，所以一般人會有一些不同的想法，總覺得好像可以得神通。所以我就想就這樣的一個議題來跟大家做一個分享。那這個1972年因為做了這個經藏的這樣子的一個法藏系列，所以我看到年代啊，我就知道1972年的5月6號的佛期就是《無量義經》的佛期。這裡面講到三明六通道品發的時候，其實三明就是講過去、現在、未來，就是天眼明、他心明，還有肉盡明。所以你可以看到過去明白，現在未來。那六通當然就是天眼通了，天耳通、神足通、宿命通、他心通、肉盡通。除了那個肉盡通以外，我們現在的科技大概前面5通都可以讓我們做得到。上人說通其實就是無礙，就是你有那個感受。剛剛看到北區的他們去接手高雄，然後這樣去做那個災區，為什麼可以做到那麼好？其實是因為你的心跟災民的心是沒有障礙的。那為什麼我們的心可以沒有障礙？是因為上人啟發我們那一念悲心。那眾生就是煩惱重，所以心浮得很緊，事事都不通，所以看不到別人的需要，也看不到自己的缺點。你若是肯下功夫啊，自然就可以起神通。那只要放棄煩惱，這個要通就比較快。那修神通虽然說其實神通不是佛教專有的，在佛教注重的六通裡面，我們剛前面講天耳通、天眼通，其實最重要的是肉盡通，這個就是煩惱能夠完全的去除。所以其實前面5通我們聽到更多的像道教啦、神教，種種教都有小神通。那而且其實在佛陀的年代，印度有90多種的婆羅門教，那個時候就已經有5通，但很顯然这個不是佛陀所要追求的。比如說很多人會說我聽到什麼，這個天耳通別人聽不到，他聽得到。你修行如果不恰當你得到禪魔的時候，就是你一直禪坐，沒有人指導，你就會覺得好像有這個聽到什麼樣的聲音。而上人就提到他過去在台東佛教蓮社的時候，有一個陳居士，他對佛法非常認真精進，可是沒有名師指導，自修自練，很愛坐禪。你坐久了，本來見解很正確的，結果時間久了，他這個人的性質就慢慢變了。所以他只要一坐下來，就會說有天人啊，有菩薩來跟他說話。有的時候他也能夠猜，這個就是小神通什麼人來說啦，某某時候什麼人要來我們聽不到，他聽得到，這個就是着魔的通，也是一種通。但是呢，這個是着了魔。所以學佛的人不要看重神通，要注重的是智慧。如果智慧開發，沒有煩惱，你就能夠達到肉盡通。所以你有肉盡通，煩惱皆去除，那前面的5通自然就是正。就像我們講八正道一樣，因為心無煩惱，那沒有煩惱，就是一點點的邪念，一點點色彩污念都完全沒有，那這個就是一個正念的通。
那整個修行的基礎哈，其實上人講過37助道品，37助道品其實是整個修行的基礎哈，所以呢，大家也可以看一下上人的這樣的一個講述系列，會比較了解所謂的三明六通哈。那學佛是一定要聖格化，所以上人說佛是人，不是神哦，不要把它鬼神化。那所以這邊我再往下講呢，大概我們會用到很多37助道品的這裡面的正念啊、正定、五根五力就是來看這樣子的一個所謂的打坐神通1987年7月10號，這個淨師成語這個其實是講那個37助道品的時候，上人說世間的道方向一偏，就走入邪道。你走入邪道，受了邪法，你就不得解脫。很多人熱心要學法求道。可是，如果你所信仰的、你所接受的教法比較不正確，你很熱心的拜佛打坐，很容易走火入魔。走火入魔就身不由己，神不能定，自己精神都定不下來，那你的心自己也沒辦法來指揮。那這個就是求道過程當中最危險的一種。所以如果聽了今天的分享以後，大家一定會感覺到真是有夠幸福。為什麼？原來我們在上人的座下，上人帶我們行菩薩道，忙都沒有時間了，哪有時間做？哪有時間去想？最危險的就是什麼？就是邪魔來擾，心虛道不實。所以信仰絕對不能偏差，我們一定要提出明跟正的一個心態，來接受佛陀的一個教育。人都會有所求，你才會走入偏差的道路嘛。財色名食睡，所以你才會一路偏過去。你無所求，你的精神明朗，心就會很定。所以我們也看到1989年這是全台委員聯誼會，上人說學佛不是要學神通如果要學神通，就會變成鬼神道，在通靈通神之間就會落在這個層次上。佛在人間城百千萬劫難遭遇的人生，你從人間再退到鬼神道，那就是那個六道六道裡面最好修行的是人道，那你又退回到鬼神道，這個就太可憐了。所以當你通神通鬼的時候，連做人的本分都會迷失掉了，任憑鬼神對你擺布。所以上人也講到，就是我們慈濟醫院有了慈濟醫院當然有各種的，那尤其上人對於佛教的這些出家人其實非常非常照顧。有一個有神通的法師來住院1個多月了，那上人到了醫院去的時候就去看望他，他看到上人的時候很激動，一時之間話都講不出來，就算有出聲音上人聽不懂他在講什麼，他一直哭。上人就拍拍他的肩膀跟他說，不要緊不要急，你把心靜下來，一定會好的。他一直講話，但上人一直听不懂，所以旁邊的人呢比較就是跟在旁邊知道了，就幫上人翻譯。他要講什麼？他已經80多歲了，然後因為他手腳不靈便，所以他就很擔心，所以上人就跟他講，不要緊，有的人100多歲身體也很健康，你把心放下來，不要着急，要有定力。曾經是一個非常有神通、轟動一時的老法師，身體有病來的時候，話也講不清楚，走路還要靠復健，一切的一切都要別人協助。那請問神通到哪裡去了？所以上人不斷的強調，我們學佛一定要聖格化，不要鬼神化叫一去問這，叫一去問黑千萬不要這都不準啦反正上人說的把心安下來比較準。上人說佛教不是鬼神。佛教是佛陀的宗旨，是佛陀來人間的教育。佛教這2個字，如果要是講宗教的話，它就是生活的宗旨，人生的一個教育，就是佛陀的一個宗旨。所以我們來看37助道品的這個偈頌，我們曾經演繹過這樣的一個經藏演繹，在八正道裡面我們要用什麼？多善眾生屬習觀，我們待會會講一下上人講的屬習觀多貪眾生不淨觀，多嗔眾生慈悲觀，愚癡眾生因緣觀。當我們入經藏的時候，有個好處是我們必須要去把這一個所講的，就上人所說的這樣子的一個道理，把它弄明白。1992年2月的淨師成語，上人說靜坐無非是調身、調氣、調心。靜坐的時候，身體坐直，心要專於一念。心思要怎麼專於一念？要借着調氣，用我們的精神觀想自己的氣息。那這個是我們在做這個經藏結集這麼多上人很難得的講到這樣的一個調息調氣的方法的部分，所以呢，我就把它
節錄下來跟大家做一個分享。雖然說從丹田呼出吸入以後也回歸丹田，可以做數息觀，可以做念佛觀觀就是觀想。那你要觀想氣息從丹田的出入，1開始數，慢慢的吐氣，1數到10，數完之後換成吸氣，再從1數到10，這個就是數息觀。如果大家記不起來把這個 PPT 好好的拍一下，回去自己練習一下以這個數的數字來控制自己的心思，用調氣來調和身體的血液循環。有人在數息之間會念佛，一呼一吸一個佛號，不論數息念佛或者是四諦觀，都是為了調理身心。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數息念佛，打坐也沒什麼奇妙，就是要讓心靜自在，沒有雜念，把氣息調到你覺得很順暢，身心自然輕鬆，這個就是輕安。身輕心安就是打坐最好的境界。有的人也把打坐稱為坐禪，甚至在打坐當中會想要去追求某種境界或聽到某種聲音，這是很危險的。打坐就是要把身心調整好。有的人打坐會動，也問過上人，上人說你只要坐定了，你的氣息動，身體就會動，但你着在那個靜當中，你就很可能會着魔。你如果說看到聽到什麼，那這個就是走火入魔了要趕快放棄，不要再執着。很多人專心學佛，但是也很熱衷打坐。上人說，我希望學佛者在打坐的時候要很謹慎，要非常的謹慎，你要有正確的觀念，身輕心安，調心調息，即得自在。不要為了求神通，求千奇百怪的幻象，排除這些散心雜念，你才能清淨的打坐。其實學佛最重要是什麼？就是一念心所以這一念心其實很重要，是你要攝諸心念八正道裡面的正道，正定法，心不移動能靜定，心靜定道能通，正信才能夠正受。看1994年11月淨師成語每次這個早課完了以後，大家就會靜下來盤腿坐着，所以上人說請找大家在這個地方靜坐，不知道有沒有什麼感受？是不是認為打坐可以空掉一切，或者是可以做到立地成佛，還是調理身心，可以理清人生的方向？上人說，其實打坐最重要的，只是要讓氣息調順，思想不要偏差，可以這樣就身心輕安，人生的方向正確，腳步就不會錯。這個就是我們修行的目的。現代社會很多人對佛法產生好奇之心這1992年然後加以追尋。有人去學打坐，沒有正確的目標跟引導，會惹來很多煩惱。我們慈青也差不多是在那個時候成立。其實很多年輕人對於學佛、佛學、對於禪坐是非常有興趣，所以他們也會到慈濟來尋求、來詢問上人這樣的一個目標方向。可上人都給予非常正確的，就是行菩薩道。所以早期上人還有時間可以去回現在已經全球慈濟了上人說，我常收到一些信件或者電話，他舉了2個大學生，一個在某個學府念書的青年，學歷很高，可是他因為打坐不當就走火入魔了，言談舉止都變得很異常就有一些出格的行動。他被送到醫院去，坦白講，父母是很擔心，可他自己不承認有病有病的人不會承認自己有病他不承認自己有病，他打電話來跟上人求救。你看看他希望上人做什麼？他希望上人能夠跟他的主治醫師證明他是正常的，還要上人跟醫生說那個是打坐正常的現象。他說只有這樣醫生才會相信，也就是那是上人說這是正常，醫生就會相信他是正常還有他這樣才能離開醫院，他的父母就不會再擔憂。這怎麼可能呢？這個問題本身就是個很大的問題嘛。再有一位是寫信來的，他是在大專院校讀書，高中開始就喜歡讀佛經，他非常執着在經文，可是他不能理會，又沒辦法解脫，他去看禪宗的書，所以他就寫了，他在信裡面寫了，就問上人說：“弟子問禪師禪師的回答都很簡單他看不明白哪一個問題呢？”他說有一個弟子心中有疑，問禪師要怎麼斷煩惱，禪師只有回答2個字：麻經。他這弟子怎麼聽得懂？又請示禪師，禪師又很簡單回答2個字：刀子。
大家一定也不懂。我如果沒有做，我也不懂。弟子更茫然了，這個跟煩惱有什麼關係？他把這個公案寫在信裡面，他覺得自己鑽進經堆裡卻鑽不出來，有很多的問題不明白，心裡很煩惱啊。上人說這個公案很簡單啊，就是比喻煩惱如麻啊，你要去除煩惱，要快刀斬亂麻。所以煩惱就在自己手中啊！你只要願意把手放開，各位，我覺得這個地方是在放開。上去你把東西放下，你都放下，沒有辦法，師父放不下呢，在心上的重擔放不下，你的手上的東西呀，對不對？上人說你的手一直握着不放，喊着好重好重，手好酸哦，東西還是很重，你的手當然還是很酸啊。解決的方法就是把手鬆開放下，就這麼簡單。學佛要學的解脫自在，不是學的煩惱滿心。打坐也是一樣啊，坐下來你要把身體調得端正，讓氣息順暢，思想澄清。每天早課做完，靜坐的時候好好做3樣事情，就調身。再一次講，調身、調氣、調心，這樣人生的方向就不會偏差，也不會走錯路。這是學佛，再一次強調，這是學佛最正確妥當的道路。再來一個啊，宗教佛教裡面的一個信仰，要信。要信得徹底，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信根，正信。所以信為道源功德母，長養一切諸善根。正確信仰根必在，稍有偏差誤前程。這是信根。所以94年11月淨師這上說，我們不斷追求佛陀的教化，是為了要體會真理。體會這2個字，不是只有知道，是要以心跟法相會。你這2個如果不能互相體會，你懂得很多，看得很多，對自己其實沒有多大的幫助。學法就是要將法用在身上，體會在心裡，這個才叫做學法者。有些人只在文字上、書上獲得了解，無法從心裡面去體會。心跟法不能夠交融啊，再好的法也沒有辦法發揮作用。這個就是我們講上人不斷的強調，我們是學佛，我們不是佛學。如果你只是佛學，你就會糾結在文字上，在書本上。不止啊，如果這樣的一個糾纏呢，有時候不止沒有好好的作用，還會很危險。所以你看很多人啊，生活富足，心靈空虛，所以到處跑道場參加打坐、禪坐、求法，想要參悟文字的道理。上人說讀經，經其實就是道，讀經就是要行經。上人做慈濟就是把經攤在大道上，讓大家要身體力行去做。如果你只是要透過坐在那裡去參悟文字的道理，追求宗教的寄託，結果會失毫釐失千里。所以上人就講到有一個中年男士，很有社会地位的，那他來見上人，他來慈濟部見上，他跟上人說，他有一股不可思議的力量。這個不可思議的力量是會指導他，好像看到別人有什麼病要怎麼治療，他自己心裡也很迷惑。然後他在某間寺院的開光的典禮上，他蠻有名的，人家邀他，他感覺那個佛的靈氣透入他身上，可以幫人家治病，診斷體內是否有長瘤。哇，這真的比 X 光還厲害，比這個我們的核磁共振還要厲害。他問上人，這是否是真的？要怎麼解釋啊？如果是真的，就不用蓋慈濟醫院了。上人說，佛法不談怪力亂神，佛陀不會把力量附加在誰身上，那是無稽之談。學佛要正思正見正念正業，佛陀給我們的是精神上的輔導教育，是要引導我們走上道德正確的方向。佛不會借凡夫之身的人來救人，唯有我們去行菩薩道，成為人間菩薩，大家聚在一塊，才有辦法去救人。所以上人說，如果佛陀的靈附身在凡夫的身上，這是對佛陀的不尊敬。佛陀這麼的崇高，為什麼要附在你這個凡人的身上？對不對？佛是一個開導者、說道者、行道者，所以我們要了解佛陀開闢的這一條路，它就是一個康莊大道，是要讓你去行的。一路向前走，菩提大道直，不會錯。這才是佛陀教我們的信念。所以信要正信，要有正確的觀念，最重要的是要有正業。
正當的職業。佛陀不上神通，凡夫是人，佛陀都已經絕了。天上天下無如佛，為什麼還要去附在凡夫的身上？何況是人，凡夫為什麼要來講神呢？凡夫啊，我們是平常人，就要有平常人的行為，一樣的穿衣吃飯嘛，對不对？不要超越平常人所做的，才不會惹來煩惱。有病要就醫，如果說自己無端端會幫人看病診斷，不只會誤了別人，還會害了自己。所以那個蘭師說他很惶恐，很迷惑，怎麼辦呢？上人說佛陀真正的力量是正信啊，你有惶恐之心就會起疑惑，這個就不是正信。若信以為真，就叫做走火入魔。當然上人有給他開示，有沒有聽進去，那就是他的這個因緣福德。好，我們再講定根，就一定要去怎麼樣能夠去專一心思來求正道，心不散亂就是定啊。定顯然很難，念之行之戒定慧啊，堅固一念出發心。所以1999年8月8號，這個是自由時報的一位楊小姐，她來訪問上人。這個因為這個大家對上人非常的敬仰，總覺得有些問題一定要問上人。他其實講的是他自己，他說在修習，他自己也有修習佛，有一些迷惑。他說打坐的時候會妄念重生，要怎麼對治？要怎麼樣才會沒有妄念？上人說人活着念頭每個人都會有，這事實沒有一刻嘛。借着靜坐只是要讓心稍微靜一點，把很多很雜的煩惱稍微理個頭緒出來。所以上人就跟他講，靜坐有很多方法，數息觀1、2、3、4一直到10，10之內要完全沒有念頭，上人這個要訓練，念念無念非常困難的，前念接後念。打坐最重要，再一次強調調息調氣，你呼吸調好，不然會很浮躁你浮躁的時候，你就會一直動來動去。如果可以好好的調，精神會隨着氣息的長短調好，就是那個專注力。煩惱調好，念頭就會在那個一呼一吸，就會專注在氣息裡面。一開始打坐，你開始休息，你不要就想我要一切都沒有妄想。上人說這是不可能的啦，妄想要從雜到一，完全沒有，這個是很難，這個要很深這個真的是甚深微妙。假如一下子就沒有，這個是很危險。那很多人去探討很玄的，摸不到探不着的，又不斷的追求，就走火入魔。你如果把這個念頭轉過來，重點在這裡，放在人世間，世間有多少需要我們去關心的，有多少需要我們去幫助的，你在人跟事當中好好的用心經營，要轉空虛的妄念變成踏實的實念。什麼是實？誠正信實。什麼是實？上人說現在我看得到，幫助得到，這個就叫做實。但那是風災，這麼大的災難，你都觸電破起你把它屋頂蓋起來，很實在對不對？你在講神通，他也不可能以一個鐵片來直接幫他蓋上去。上人說就像美國回來的慈濟志工他們在國外做救濟，取於當地用於當地，還跨國去幫助不只是這樣除了救濟以外，台灣有任何重大的災難的時候，他们還要回饋為台灣這個就是踏踏實實行菩薩道，不是念經不是打坐，不是念佛，是踏踏實實的去做。踏踏實實的去做，就不會有這麼多的雜念。所以我們是做中學，學中覺，我們是行禪，是在行動當中有了那一份定心，可以專注的去投入。2001年的淨師成語，上人說念經不是念給誰聽，是念給自己聽。因為念經其實是讀經因為你不懂，所以你要去讀。那這個就跟讀書一樣。但是不是說讀了這本經就能夠消災免厄你有困難的時候才要來念經就能夠去消災。上人說那什麼事都不用做，你就坐在那裡念經就好，每天坐在那裡念，也不用行道啦。所以想想我們其實應該要有正確的觀念，每一本經在指引的就是一條路，你要用心去走。上人說就像藥師經藥師經裡面有一段令諸有情出魔紂網，解脫一切外道纏縛。上人說難道你念到這裡你就解脫了嗎？不可能那什麼叫魔紂網就是有時候思想真的很偏差平常走火入魔，正常的人生就是人之初性本善，人人有
愛，這個愛跟善是可以啟發的。但是如果你脫離了人性的軌道，脫離了真理的偏向，你念到這裡啊，要能夠自我反省啊，就我們要想一想說，我們是不是也有像這樣，或者是在修行的時候想要求得神通，打坐念佛稍稍有一點點的偏差，幻聽幻覺，這個就是着魔。學佛有時候聽到什麼，要趕快堅定的意念，沒有這一回事，要趕快自己告訴自己，沒有這一回。要如何掃除這種幻聽幻覺？面對日常生活，用心投入去做事情，苦難那麼多，好好的投入，要有真實的境界在我們的面前。所以為什麼要面對人間？為什麼要入人群？你才看得到，你時時把心穩穩的踏實下來，沒有空隙，魔的境界跟雜念不會來侵入。所以你常常如果常常想着打坐就是修行，那就是錯。你要在人跟人之間合群，心念很堅定，有這種刻苦耐勞的心智才是修行。在佛教當中一定要做到不退轉的境界，就真的能定能靜，有正思有正見，才不會受外道魔的境界束縛，才不会再走入惡見叢林，不由自己，一不小心走進去轉不出來。所以要覺那悉覺支裡面的定，定覺支心要住一境不散亂，歡喜自在心能定，諸纏不生煩惱念，纏在生活日用間。所以剛剛講要用心在生活，用心入人群，要在這當中。所以2014年2月22號，就是我們當時有一個慈悲等觀人人協力的專案的研習。上人對大家開，上人說學佛時時就是在學禪，但不是坐着冥想，心都放空，容易走火入魔，很危險。上人說我不鼓勵人家去打坐，尤其打坐很容易執着。上人說打坐不是在家居士應該去修的，時間很寶貴，做事都來不及了，要把握時間用在日常生活中你還要一直去那裡坐着，你哪來的時間去做事？雖然說幾十年前慈濟剛剛開始的時候，那個時候在流行什麼，所以剛剛博翰也講到說，上人沒有寸鐵，沒有寸土，沒有寸瓦，那時候是已經要蓋慈濟院。那想一想慈濟功德會剛成立的時候，社會上的信仰是什麼？流行念佛淨土中的道場，所以很多人就覺得你跟我不一樣，因為你跟我不一樣，所以我就要來批評你，我就要來指導你，所以我就要告訴你，你們慈濟在做什麼？你們修福不修慧，只是在做救濟人的事情。學佛就是要坐禪就是要念佛才能解脫，這樣才有智慧也曾經有一次季媽媽回來問上人上人哪能修福不修慧呢？上人說，你有看過一隻鳥只有一隻翅膀還能飛的嗎？如果是的話，那隻鳥就叫神鳥。但是上人說我們有我們的方向幾十年之後證明慈濟是對的，上人正在指出一條佛教正確的一個道路與方向，但是在那個年代沒有人認為我們是正確的。所以上人說很早以前我就認為學佛要在時間當中，就是一分一秒你一定要把握當下，不是只有形式上的禪，形式上的坐。菩薩的福跟慧要在苦難的人群中入人群，去跟很多人結好緣，自己的心煩惱沒有去除，哪怕佛在靈山離我們那麼遙遠，你要去哪裡求？你在那裡打坐就能到靈山嗎？你在那裡念佛就能夠求得嗎？實在是很遙遠。所以上個月的慈善匯報最後上人講到，常常告訴大家大藏經都是過了以後才寫的。你看化成飛天遁地目犍連的神通，一腳踩在東山，一腳跨到西山，到底這個神通要怎麼去說？所以說我一直在說精神通達就是神通，心專神通。我期待把這個神讓他實為人。佛陀的時代是人，人在做事情，不是神在做事情，是精神，不是天神。要實在的人間化，才叫做行真實道。期待大家發大心力大，要發揮生命的價值，回歸2500多年前的智慧神通。佛陀的智慧，目犍連是怎麼神通？還有那麼多的弟子要怎麼去度化眾生？
這個是大家可以去用心的。所以《無量易經德行品》裡面三明六通道品法，但最重要慈悲十力無畏起。打坐就是調身調心調氣，心如果不能安住，到處去跑道場，欠缺的目標就會亂了心思。好，感恩各位。